新铁史上最精彩主线终于来了，不仅各个角色都有刀光，塑造饱满，同时角色之间的博弈也相当精彩，不停的反转让人直呼过瘾。更没想到的是，皮尔汤尼幕后居然还有刀手。这是谁的部将？那么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带来 2.1 版本主线内容的细节解读。本次主线主要分为2条线，一条是列车组和黄泉线，另一条则是沙金线。首先是黄泉线。主线开头衔接上版本，我们看到了知登鸟的尸体。为了拉拢我们，沙金算是费尽口舌，虽然有点不情愿，但是看在20万信用点的份上，我们还是暂时和沙金达成了初步合作。随后视角转到黄泉，通过黄泉的回忆，我们才知道明火大东不是倒霉半路撞到黄泉被杀，而是没走出家门就已经没了。懂了，这不是明火大东故意被黄泉抢走邀请函，然后放黄泉进皮尤汤里大杀特杀。和黄泉的战斗大概发生在永火一夜 PV 之后，一想到明火大东在 PV 里慷慨陈词，然后镜头一端就被黄泉杀完了，可以说非常幽默。问答时间，请问以下哪个角色更幽默？1. 还没走出家门就被黄泉斩杀的劳东；2. 被虐了一片还惦记黄泉记忆的黑天鹅；3. 被普通村民加拉赫秒杀的星期日。开的玩笑，这段剧情也算是明火大东的刀光史特了。虽然劳东被原始博士调侃不如孩童打碎了一个花瓶，还傻眼没蛋就被黄泉秒了，但他视死如归的精神还是很让人动容的。明明上的版本还是谐星，读完这个版本，明火大东就已经是真男人了。我决定再也不叫他劳东了。所以黄泉和老杨相见，看到熟悉的脸，老杨一脸懵逼。你是谁？你怎么穿着牙医的衣服？一开始老杨还忌惮黄泉的强大实力，有所提防，但是两人交流了一番后，一见如故。这里老杨讲的家乡故事其实是奔山凯文的剧情，对于黄泉倾心既如 PV 里的男生旁白白发怼，在奔山里白发怼凯文成为中原律者，最后被主角团打败；而在黄泉的故事里，白发怼代表富士照刀里的忠，最后被黄泉打败。所以老杨和黄泉这么一交流，顿时有了共同话题，放下对他的戒备，两人也顺理成章的一起调查家族。至于泰勒的这边倒是没什么进展，加拉赫向我们透露了米哈伊尔就是钟表匠，哈鲁兄弟和折子小脸有着历史原型，这些信息其实上的版本大家就已经猜得差不多了。不过没想到加拉赫是 2.1 版本的最大反转。最后我们聊聊本次主线剧情最精彩也是最内幕的一条线——沙金线。很明显，无论是涉及到的角色数目还是相关的文本量，这次的沙金线才是剧情解读的重点。你清有沙金线的故事脉络，你就能彻底理解 2.1 的主线剧情。首先我们知道沙金在皮尔汤尼度儿并不好，东市一直是家族眼中提防的对象。作为东市的代表，沙金在皮尔汤尼可谓是人艳斗贤。当然在皮尔汤尼他的基石就被家族收走了，而基石由东市围绕的存户令史战略投资部主管钻石制作，里面蕴含了存户星神的力量，这也是家族如此忌惮沙金的原因。沙金一直想取为自己的基石，此时恰好星期日邀请他见面，于是沙金带着真理一起前往拜访星期日。经过一番周折，真理、沙金两人来到招入东莞，结果发现星期日不讲武德，说是邀请，其实是摆下陷阱，引诱沙金前来。他指控沙金是杀死真鸟的凶手。当然，星期日肯定知道沙金不是凶手，他只是想借题发挥，打击东芝的势力。为了拿回基石，沙金选择妥协，乖乖受审。而星期日想要控制住沙金，使用了同邪的圣喜对沙金进行审问，但沙金自然不会告诉他真正的计划。不过星期日和真理医生早就达成交易，出卖了沙金。通过真理，星期日找到了第2颗隐藏基石，当然这也是沙金计划的一部分，目的是隐藏第3颗基石。在上个版本，沙金说他手上有3枚筹码，当时我们以为基石只是其中1枚筹码，但现在我们知道沙金手上的3枚筹码其实就是3颗基石，另外2颗分别是托帕的黄玉、翡翠的翡翠。由此可见，东司对皮尤汤尼的重视，不惜动用3颗基石作为赌注。这里有一处细节，因为沙金石和翡翠很像，且沙金石也被称为印度翡翠，经常被用来冒充翡翠，所以星期日才误把翡翠认作沙金石。在离开项目家族的地盘后，沙金假装调查知登鸟的死因，实际上在为最后的豪赌做准备。路上，沙金受到圣喜的影响，寿命只剩17个系统时，眼中甚至都出现了走马灯，眼里出现了不同时期的自己，一个话痨沙金，一个儿时的自己。通过沙金内心的挣扎，我们也得知了他的过去。沙金原名塔塔瓦夏，意为母神赐福之子，其种族名为艾维金人，原先参考了历史上的吉普赛人，一个四处流浪、饱受歧视的民族。沙金出生时一直干旱的部落终于得到了雨水的恩赐，沙金被认为是母神赐福之子，成为了部落的骄傲。但是部落并没有因为他有母神赐福而变得更好，
此后沙金的部落被摧毁，父母、姐姐一个接一个的离开了他。所以对于所谓的母神祝福，沙金本人其实是不屑一顾的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这种幸运是用自己的亲人的不幸换来的。由于东市的杜伊纵龙前后发生了2次爱维惊人大屠杀，整个族群只有沙金一人活了下来。沙金被奴隶主买下，他脖子上的商品编码也是在那时候留下来的。后来沙金杀掉奴隶主，被东司逮捕，但也因此被翡翠探中，最后一路爬上了东司高层。可以说，沙金每一次遇到危机或是机遇，都是他说他逆天改命。虽然每次都会面临生命危险，但是沙金完全不在乎。童年的苦难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，这也导致了他虽然嘴上玩世不恭，但其实内心有着严重的自毁倾向。或许在他心里，哪怕赌输了也是一种解脱。此当尼亚母神的赐福就像是诅咒，代表沙金幸运，却挽救不了他的家人。沙金的内心深处其实是想赴死的。为什么我们要为了死亡而出生在这世上？我们可以看出来，沙金是悲观的，哪怕是黄泉这样的虚无吝死，也不会这么想。沙金的每一场赌局都是自暴自弃，输了他从这个悲惨的事件获得解脱，赢了他将继续直面残酷的现实。然而运气让他一次次活了下来。视线回到皮尔汤尼，沙金仍然继续了自己的赌局。一路上，沙金向路人打探线索，甚至连花火也打算帮助他。他暗示沙金，知恩鸟刘盈都没死，除了知恩鸟还可以去找刘盈。不过沙金拒绝了，他早有计划。沙金特意引导开拓者一行人来到特劳特影视乐园公开直播，表示要引爆小灰毛体内的星核。来回积食的沙金终于能使出全部力量，变身成为石金石人，完全的怼役沙金。这一次，沙金以身作头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在一场艰难的 BOSS 战后，沙金被我们打败了。不过，这都在他的计划之内。他动用基石最后力量，打出全力一击，逼迫黄泉出手。黄泉探出了他的企图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只能拔刀应对。刀光落下，世界重堆寂静，沙金石的光芒彻底暗淡下来，沙金死了。此后，沙金来到一个神秘的空间，在那里他看到了黄泉。通过黄泉的解释，实锤了我们一直以来的猜测。整个皮尔汤尼分为3个部分：现实世界、表层的梦中世界，以及梦中真正的皮尔汤尼。原来梦中不存在真正的死亡，这句话是对的。所谓死亡，只是前往真正的皮尔汤尼的钥匙。运气依旧站在了沙金这边，他最后赌赢了。在梦里，黄泉杀不死他，不仅把他送到了真正的皮尔汤尼，还顺带清除了同邪的影响。可以说，这是一石三鸟的阳谋。一，沙金想要借黄泉确认能不能在梦中死去，然后进入真正的皮尔汤尼争夺钟表匠遗产。2，沙金石把托帕石和翡翠石这两颗地雷埋入家族内部，未来可以和托帕翡翠里应外合。3，他这意思也彻底捣乱了皮尔汤尼的舆论，引起东众对家族的不信任，同时也给了东司介入皮尔汤尼的理由。最后，从沙金和黄泉的谈话中，我们知道沙金的真实想法。他比起黄泉更像是一位虚无吝死，但是黄泉太好他，比起注定的命运，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要。人的意志或许无法改变结局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为结局赋予截然不同的意义。如何理解梦中不同的姿势并非死亡，而是沉眠这句话呢？这里所说沉眠，字面意思是睡觉，梦中不同再度入睡，看似很合理，但是这句话明显没有那么肤浅。儒家认为这里的沉眠指的是虚无，是放弃希望，庸庸碌碌的活着，不要温和的走进那的两页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要沉眠，即使注定死亡，也要为死亡做好准备。从两人的这段话里，我们知道整个 2.1 版本剧情的母题或是中心思想，那就是如果结局没有意义，那生命还有什么意义？这个母题也出现在杨树和黄泉的对话之中。在杨树的故事里，鸟儿知道自己注定要坠落，但是他依然选择飞翔。而黄泉也抛出了自己的疑问：如果结局是虚无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向端而行？看到这里，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。而沙金也找到自己的答案。故事的最后，沙金直面了过去的自己。塔塔瓦夏，沙金坦然地接受了这个名字。他与自己童年与母神的赐福与多晚悲惨的经历彻底和解了。他找到生命的意义。至此，沙金的人物弧光完成升华。他从一个自暴自弃的赌徒，变成最初那个不断抗争命运的塔塔瓦夏。这要是放在德币崩坏3，剧情估计就是沙金赌输了，用生命为开拓者指引道路，最后笑着死在黄泉的刀下。
幸好这也是崩坏星穹铁道官方认证的太空喜剧，剧情也是轻松阳光、健康向上的。只能说佘老师你变得温柔了。朋友们突然把泪目打在冬梅上。之前所有人都以为2.1主线需要我们和加拉赫一起去查案，结果没想到拿到金水的警长成了狼人。很喜欢邵野老师的一句话：加拉赫，匹诺康尼唯一指定仆村。加拉赫外表是颓废大叔，在游戏里也是世袭奶爸，看上去平平无奇。但是谁知道加拉赫不仅是钟表匠的人，还直接把星期日秒了。至于星期日说加拉赫是由52的人组成的缝合段，这52的人我们之前就见到过了，就在黄泉和杨叔探到纸条上面。为了隐藏身份，伪装自己，加拉赫用52的人的认知伪装了自己。他自称是钟表匠米哈伊尔的孩子。通过加拉赫，我们得知了皮欧汤尼真正的历史。简单来说，皮欧汤尼原来是东斯的流放地，后来钟表匠、哈鲁兄弟几名无名特脱离了东斯，建立了皮欧汤尼。我们都知道皮欧汤尼的原型是美夺，这里也参考了美夺的独立战争。加拉赫这个名字是经典的爱尔兰名字，当初正是一群爱尔兰移民参与建立了美夺。但是皮欧汤尼变质之后，加拉赫离开家族，希望揪出背叛钟表匠的真正凶手。当然，加拉赫失败了，家族重新接纳了他，给了他自然段的工作。更炸裂的是，星期日说加拉赫是神秘的爪牙，这里的神秘说的是神秘星神迷斯。要知道，异域迷因就与神秘星神有关，皮欧汤尼和迷斯的关系一直很深。在朝露东短进门处有6的影业东雕像，主线里我们会来到这里解谜，和其中一个雕像对话，我们能得知一位神秘的家族成员塔拉赫爵士，他就是一位神秘的命途行者。这里有个小成就，你和每个影业东雕像对话后，刷新地图后再对话一次，就会拿到一个隐藏成就。没拿到小伙伴会把上号打在东屏上。上个版本反转的角色是米莎，这个版本是加拉赫。只能说皮欧汤尼4星角色得的卧虎藏龙，一个等比一个重量级。至于星期日，我原本以为他只是个老谋深算、冷酷无情的人，但是最后才发现他是一个美痛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知登鸟。虽然被加拉赫秒了，但我觉得他大概是故意的。以星期日老谋深算的人设，应该不至于退场的这么小丑。他知道杀金的计划，也知道加拉赫的背叛。武教猜测他是想要激怒加拉赫，让他杀死自己，从而进入真正的皮诺汤尼寻找自己的妹妹。星期日还提到家族的叛徒，这个叛徒一定是身居高位，多人的加拉赫是不斗的。而且剧情里多次提到家族的那位神秘梦主，我当然怀疑这位梦主就是叛徒。不过星期日终究还是打2个版本的酱油，希望下个版本能多点剧情吧。同样打酱油的还有黑天鹅，毕竟作为译者，他对钟表匠的遗产不感兴趣，这样收集记忆。不过一想到黄泉动画里黑天鹅吃瘪后还心心念念的黄泉的记忆，我就忍不住想笑。为了收集记忆，黑天鹅就像是痴女一样，偷偷潜入了黄泉的房间。结果意外发现开斯坦斯在巴耶河上留下了印记，还意外接到波提欧的电话。至于波提欧，别问了，他还在骑马赶来的路上，还在电话里对黄泉放一堆垃圾话。在那之前，你最好赶紧在匹诺康尼找个棺材铺，让老板留一副质量好的给自己。冒牌货，只能说希望他能打赢黄泉吧。接着我们聊聊小灰毛心心念念的刘盈，经过一个大版本的等待，刘盈终于打赢了复活赛，而且还爆大料，萨姆就是刘盈。看到刘盈从机甲里出来的那一幕，真是太让人激动了。在 2.0 主线里，刘盈当他被异域迷因捅完，就迫不及待从皮欧汤尼深层杀回来，穿上萨姆的皮套，再次和我们见面。而且为了早点告诉开拓者自己的身份，甚至违抗了艾尔利欧的预言11次。但我受到的阻拦比预想更深，11次。他真的我突死。喜欢机甲化身美少女的小伙伴快投的188，让大家看看刘盈的人气怎么样。所以这次 2.1 主线，你最喜欢哪个角色呢？感谢大家3点多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！